主帅，接旗！将士们，犯我中原者，绝不姑息！杀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承先祖之故，致力于国家安定、百姓幸福。江家嫡次女江朔瑶英勇善战，功勋卓著，特封其为我朝青城将军，赐你神兵凤鸣鞭。见此鞭，如见朕本尊。除暴安良，定国安邦，钦此。听闻将军的良婿已有人选，是。等我大婚之日，定请你们来喝喜酒。各位，后会有期。母权，大战获胜，国家安定，我已得圣旨，终能归家与你团聚，续我们夫妻情缘。阿瑶，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救命之恩。等我高中，我定会置办新宅，给你补上一场隆重的婚礼，让你成为名正言顺的穆家主母。阿瑶，急报！家事特殊，夫君暂时不便过问，待日后家父应允，为妻一定如实相告。家中有劳姐姐了，海清，帮我照顾好她。备马，去！乖娘子，为夫我终于八抬大轿把你娶回家了。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是啊是啊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是二小姐，真是二小姐。拜见二小姐。起来吧，墨泉，你要娶心腹，我作为穆家主母，怎会不知？江疏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死啊？我若是再不回来，穆大人恐怕已经妻妾成群，儿孙满堂了吧？哼，本小姐可是穆郎新娶进门的正妻，你又算哪妹？朕没你说话的份。穆泉，你之前许诺高中之后十里红妆迎娶我，而眼下你却另娶他人，你作何解释？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那咱们就把话摊开了说。我以高中能配上我的，只有官宦人家千金小姐渊儿，你只不过是一介商贾之女，身份卑微，所以你想与我和离？穆家没有和，只有休妻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江朔瑶啊！要不是当年你倒贴几两碎银给全哥哥，全哥哥本来就不愿意娶你这个丑妇。几两碎银，要不是我们家小姐，你的全哥哥曝尸何处，是否还活着还不知道，更别提高中了。你好啊，江朔瑶，你们挟恩图报，说白了还不是为了钱。你当年给穆郎多少钱，我福家3倍给你。我江家不差这点钱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不愿跟我分开，但是木已成舟，渊儿已是穆家主母，这是事实。不过你既然不愿和离，那就待在渊儿身边，
做个贴身婢女，端茶倒水，铺床盖被。要是渊儿受用，我可以考虑让你继续留在我家。所以，你们不光不知悔改，还想让我在你们面前卑躬屈膝，感恩戴德。如今的我，已不是以前的我。不过，本官宅心仁厚，可以考虑留你做个妾室。木狼，他身份卑微，怎么能配得上做你的妾？我不想看见他，让他走。听见月儿说的话了，还不快滚啊！全哥哥，你这泼妇竟然敢殴打朝廷官员！你竟敢打我！江舒瑶，你竟然敢打大理寺少卿的嫡女，你不怕惹了福家招来杀身之祸吗？少卿、嫡女，区区一个从四品的官员，我江硕瑶还不放在眼里。你个疯妇！这疯妇，你快放开全哥哥！你这是要弑夫吗？你快住手！你不怕我一气之下连妾室的名分都不给你吗？既然如此，你我之间无需多言。来人，拿休书。休书我早就准备好。休我，你也配？木狼，你看他，你就算撕了又如何？本官在写。今日诸位给我做个见证，不是他目权休妻，而是我江硕瑶休夫。我江家全哥哥与他穆家从此恩断义绝。滚！滚！从古至今，哪有女人休夫的道理？这汉服简直是倒反天罡。没看出来吗？这位是穆大人当官之前娶，是不是回来讨说法来了？知会下去。这间宅子的主人回来了，让那些不相干的人尽快搬离。是，江硕瑶，你这个泼妇！江硕瑶，你真是给脸不要脸！这里是幕府，该滚的人是你。幕府。哎呀，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。只要你答应做妾，你在府中待遇都是一样的，不会比别人差。你相信我。你给我住嘴！你怎么能说出如此不要脸的话？你如今的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当然是靠我和我爹的帮衬，难道靠你这个商贾女，木狼才会有今天？是啊，如今你已经有了新的靠山，自然不需要我这个商贾女了。所以这府上的商品、良田、珠宝，这府上的一砖一瓦、一针一线，我这个唯利是图的商贾女，自然是要通通收回。哎呀，江硕瑶，毕竟我们曾经是夫妻啊，你何必赶尽杀绝？我已经够给你脸了，带着你的正妻家眷，给我滚！殿下，幕府那边传来消息，江小姐在幕府大闹，正准备休夫。竟然不是和离，而是休夫，确实符合江姑娘的行事作风。沈玉，随本宫出宫，本宫要亲眼看看她如何休夫。幕府可笑，这分明是我江家的府宅，何时成为穆家的？扔了他！是。今日我江家并无喜事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开。走。赶紧走。全哥哥，世间竟有如此悍妇！江硕瑶，这里是穆家，容不得你造次！江硕瑶，这里是穆家，容不得你造次！娘，这些财产都是你当初为了加入穆家倒贴，现在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怎么有脸拿走？滚！就算是垃圾，那也是我的，
我拿回来，天经地义。就你们家那些破铺子，若不是我儿经营的好，早就关门了。现在铺子收益好了，赚钱了，你想吃现成的，从我们手里抢回去，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你是觉得你们穆家的生意做得好，都是你儿的功劳？那是当然。我们穆家门楣清正，我儿高中状元，前程无限，头脑敏捷，经商有道。这份家业就是我们穆家世代功德，感动上苍所得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是不愿意给了？你想收，还得看那些铺子的掌柜认不认。这铺子里面的掌柜伙计，都是我亲自挑选，所有经营策略都是我亲自部署的。你们说这是你们的功劳？你们知道算盘怎么用吗？知道那账本子怎么写吗？还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4大掌柜若不是听从全哥哥的指导，哪会有如今的生意？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毕竟4大掌柜不是什么人都能支配的。今日是我儿大婚之日，过往种种我们就不追究。你拿了钱就赶紧离开，好好的拜堂，被你搅得一团糟，扫兴。4大掌柜到。东院掌柜、西院掌柜、南院掌柜、北院掌柜，恭迎东家回归。你竟然敢背叛穆家！背叛不敢，我们原本就是江二小姐的人，要不是她特意部署，你以为穆家能有今天？东家，既然您已平安归来，我们就把银库的钥匙和账本归还给东家。我江家的家产，日后还有劳各位掌柜妥善经营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把账本和库房钥匙交给我阿紫。是。哎，江硕瑶，就算4大掌柜是你的人又如何？生意交给你，必然亏损。到时候商铺里的百姓丢了饭碗，让他们民不聊生，你就是祸国的罪人。百姓能够平安顺遂，靠的是在边疆击退敌人的将士。我收回产业之后，他们照样各司其职。没有你从中抽成，百姓只会更加安居乐业。少在这危言耸听！你一个商贾之女，懂什么？本官乃陛下钦点的新科状元，就任诏书不日就到。等我走马上任，你觉得那几个破烂铺子还能干得下去吗？是啊，我劝你说话放尊重点。我们穆家未来可是至高无上的权贵，到时候别说你这点钱财，就算是把你整个江家都拿过来，我们穆家也未必看得上你。给我打！她可是你婆母，你不仅恶语相向，还要出手打人，简直罔顾人伦。我们两家早就恩断义绝，毫无关系。她算我哪门子婆母？就算不是婆母，那也是长辈。我朝有律法，善待老幼，否则杖责50。我朝也有律法，为老不尊者，杖责100。哎呀，你们快来看看呀！这就是我那个不孝的儿媳，不仅要侵吞我们穆家的财产，还要虐打婆婆呀！把她给我轰出去！哎呀，江硕瑶，你要做什么？第一，你贪恋权贵，纵容儿子宠妾灭妻，仗势欺人；第二，贪图我娘家家产，欲壑难平；第三，你言语恶毒，咄咄逼人，为老不尊，像你这种不忠不义之人。姑娘，不好了，大小姐不见了，只在房间找到了这个。说，我阿紫呢？你阿紫有腿有脚，我们怎么知道她去了哪儿？全儿，这种肮脏的地方根本不配我们住。带上你的心腹，我们走。不说出大小姐下落，谁也不许走。想干什么？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告诉你，你这泼妇，你快放开全哥哥！说不定你的阿紫只是出去约会野男人了。全哥哥，我的脸，我的脸！江舒瑶，你疯了！她是大理寺少卿的女儿。如果你们还不说出我阿紫的下落，你们都得死！如果你们还不说出我阿紫的下落，你们都得死！我说二小姐，二小姐走后，江大小姐每天都被逼着干活，积劳成疾，这才呕血。日子久了，老夫人和少爷见二小姐没回来，就私做主，就把，快说！我说，就逼着大小姐给人做了妾了。给谁做妾？我不知道，二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害事，快给我拖下去，严加拷问。是，起来！二小姐饶命啊！二小姐饶命啊！走吧，站住！阿紫长得貌美，年也20有余了。这些年为了操持江家的产业，一直没有婚配。你也不忍心阿紫一直一个人吧？所以啊，我把她送去了官宦人家，人家品行端正，对阿紫是一见钟情，甚至当晚都没有让阿紫回家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们要摆脱伤疾，升为世级了。这女子贵在矜持啊，始终在外抛头露面，终究会引起非议。我这是在帮她。我知道你们姐妹情深，始终不愿意让阿紫嫁人，但是早晚有这么一天的呀。我给她找到了好的归宿，她摆脱了抛头露面的生活，有什么错？你阿紫以后就成为了像我这样的人上人，无论谁见到了他，都得磕头请安。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已经站在了顶端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你找死！我儿是皇权特许的新科状元，你打他就是蔑视当今圣上，是对天子不敬，对朝廷不尊，隐民大官，你是要被杀头的！不是，你们为我江家做了这么多，自然是要好好感谢你。你不要冲动啊！穆全，你宠妾灭亲，枉为人夫在前，算计妻子，吞并家产在后，还口口声声说为了我们江家好。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是这么一个道貌岸然、厚颜无耻的东西？我这鞭子打你，是替天行道。你不能动！我丈人是大理寺少卿福康安，太子启蒙老师，打了我，还毁了他女儿的脸，饶不了你！你觉得我会怕他那个老匹夫？你不把大理寺放在眼里，那太子呢？太子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。你要是扛不住大理寺的酷刑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阿紫了。你最好让福康安马上来捉我，否则我就将他的大理寺给拆了。敢抓我姐姐，我让他的脑袋搬家。太子殿下到！抓你的人来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太子殿下到！江硕瑶，你别再吹牛了，抓你的人来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太子殿下来了，全儿，太子殿下莅临，我幕府蓬荜生辉啊！全儿，你有出息了。学长大人真是厉害。
竟然能让太子殿下赏脸过来。看来只要抱好福家的大腿，未来的仕途将会是一片光明。全哥哥真是有本事，连太子殿下本人都请来了。让开让开！闲杂人等都让开！恭迎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岁！怎么是他？今日这幕府娶亲，真是热闹非凡。穆大人，好福气啊！这么大张旗鼓的娶妾，红粉佳人，实在令人艳羡。太子殿下，是迎娶新娘，并非娶妾。这位便是我的夫人福渊，她的父亲便是大理寺少卿福康安。只可惜今日大婚被江朔瑶给搅了。她本是我儿在老家娶的小妾，她是因为妒忌，伤了渊儿不说，还将我儿这个朝廷命官打得遍体鳞伤，甚至还要将我们全家赶出门。恳请太子殿下做主，将江氏打入大牢，严加惩治。你打的？是。你伤的？是。贱人，你死到临头了！敢在我的婚礼上撒野，太子殿下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江朔瑶，我已经今非昔比了，太子殿下都来为我做主，等一下你就知道，今日羞辱我是多大的错误。太子殿下，跪下回话。太子殿下，往前些。啊，太子殿下，再往前。太子殿下，这是怎会如此？太子殿下，明明是这泼妇因妒成恨，搅乱了我和夫君的大婚，你为什么不惩戒他，却打我的夫君？民女属实委屈。江氏，他们说的可真？那殿下将民女绑起来，给他们消气好了。好，很好。一个妇人竟然如此欺负人。放心，今日这事情既然被本太子撞上，本太子一定替你做主。太子殿下，江朔瑶毁坏婚礼在先，为我儿媳容貌在后，明明是他的错。难道太子殿下要偏袒这个无视法理的妒妇吗？你是觉得本宫打错人了？你是觉得本宫打错人了？江朔瑶实属可恶，太子殿下千万不要为他的可怜所欺骗啊！莫非你这话是暗指本宫眼瞎？姨父，本太子今日本打算让江氏拿取嫁妆，合理即可。可本宫看到你母子二人的德行，这处罚也太轻了些。依本宫看，你这五品的官也不用干。太子殿下，母亲并非顶撞你，还只是口误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你这个丧门星，我跟你拼了！母亲，你没事吧？不必多礼，快起来吧。穆全，新科状元郎，现在轮到本宫为你做主了。殿下，殿下不要啊！你不要偏听偏信别人的话呀！穆全，身为新科状元郎，抛弃糟糠之妻，又抢占妻子家产，无情无义至极。本宫今日将你降为大理寺平事，5日到任，以示警戒。不要啊，太子殿下，我儿好不容易才有今天呀！你想抗旨？殿下，不可！我好歹是礼部清吏司的专员，官拜5品，这大理寺平事就是个8品，这连降3级，礼法不合呀！你不愿意，还请殿下开恩。那便再降1级。臣领旨。
沈玉，本王今日来此处，应该还有一事。回殿下，是和离。我与穆权明日便去衙门签和离书。哎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沈玉、轩、礼部侍郎，是。你们二人的和离，本宫会让礼部给你们加急处理。今日你二位正式和离，这和离书本官就收走了。等等，这和离书，本宫先替你们收着，防止你们反悔。下官告退。哼，娘，咱们走。喂，我好歹帮了你，你不请我坐坐喝口茶？诸事繁多，太子殿下请自便。你个没良心的！哼！你看，他关心本宫的腿，果然还是很在意我的呀。殿下，那轮椅还在里面，你觉得我还有这个必要吗？哦，对了，本宫让你找的人，找到了吗？回殿下，抓到了。很好，本宫要好好给他准备一份大礼。姑娘，姑娘，我打听到一些消息，大小姐已经半月没有音讯，有人说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大理寺，之后再无消息。大理寺，那是福渊父亲福康安的地盘。明日一早，随我去大理寺。福康安肯抓走我阿紫，我也要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是。不过姑娘，为何不求助陈副将？不是太子殿下。没想到他竟然是太子。谨言慎行，他贵为太子，一言一行都被人盯着，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。阿紫失踪的事情，应该并不像是穆权说的那样。对了，姑娘，还有一事，四方将军差人送信，说他们已经抵京，想在京西大营见您一面。信中还提到六皇子有意提前召见他们。六皇子，他想赶在太子殿下之前接洽四方将军。刘旭，我着急找到我阿紫，你去给四方将军带信，没有我的号令，他们千万不可出现在京西大营。是。太子怎么在这儿？这是谁？打开看看，打开看看。别动我！我爹是大理寺少卿，等他来了，我让他治你的罪。姑娘，是我们要找的傅轩。怎么样？这份礼物可还喜欢？多事。太子是如何得知江姑娘有傅轩这个人？他的行事风格，本宫最清楚。姐夫，救我！姐夫！大胆！江树瑶，你竟敢擅闯大理寺，还绑了大理寺少卿的儿子，你简直反了天了！穆大人说对了，本姑娘就是要反了这天。你说什么？
江姑娘说，她就是要反这天。太子殿下，太子，太子，太子在哪儿？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太子了吗？污蔑太子可是死罪。江疏瑶，这可是大理寺，你在这儿闹事，我可保不了你。来人，来人啊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大理寺的人都被我关起来，你叫的再大声音，也没人能听到。你真是疯了！哼，你当初带走江大小姐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说，我阿紫在哪儿？你少拿你阿紫打幌子，我看你就是对我不舍，想博得我的关注。如果你真的反悔了，就当着太子的面给我磕头道歉，再把从我家拿走的钱财和宅子还我就再给你个机会，让你重进穆家。姐夫，我从未见过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。江疏瑶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简单，要么你自断一指，替福家赎罪；要么你断了他的。我弟是大理寺少卿，你敢动我，我让人扒你的皮！给我走！老实点！你老实一点，要怪就怪你那个好父亲，还有你面前这一位好姐夫。穆大状元郎，请吧。你要是选不出来，本宫就默认为你想要替福家赎罪。沈玉，是。等等！我血！你要做什么？他要报复的是福家，就算把我小指砍了，你也跑不了。穆全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福家不嫌弃你出身，还让我姐嫁给你，你竟然爱江仇吗？你给我一起死！你敢动我，我让我爹把你关进大理寺，让你！你倒是比我想象中的心狠手辣。既然如此，就有劳你把这断指亲自送到福康恩面前，告诉我，本小姐在大理寺等他。本小姐在大理寺等他。沈玉，点香。是。你去告诉福康安，半炷香的时间过了，他要是还没到，我就把他儿子的命根子割下，亲自送到他面前。不要命了！早在你们抓走我姐姐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这一天。我不知道你怎么跟太子认识的，但这事情闹这么大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若继续耽误下去，误了时间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死你们全部！闭嘴！我又帮了你，你打算如何谢我？多管闲事。你的事怎么能算是闲事呢？你再不走，待会儿去西京大战的时间耽误了，看你还笑不笑？
娘，你可得为女儿做主啊！你看我这个脸。你倒是说句话，好端端的太子怎么会来，还降了目权的职位？好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日后他跟着我，好好在这大理寺任职，多立几个功，自然会高升。只是太子殿下的做法，妾身实在是不解。虽说是连降2级，但毕竟是在大理寺，可比吏部那小官权力大得多。今日的点将宴，一定要帮助六皇子得到四方将军的势力。等兵权到手，谁还会害怕太子呢？爹爹一番话，让渊儿幡然醒悟，是渊儿管窥之见。看来太子殿下也想拉拢爹爹啊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你爹爹是谁。从长远来看，太子的位置不会长久，毕竟他不如六殿下会钻研，朝中的重臣也多亲近六殿下。这大周未来的皇位，我看还是要由六殿下来做。对了，渊儿，爹，你要叮嘱目权，今日在京西大帐，一定要好好的表现。爹给他坐镇，必能得到六皇子赏识，如此一来，他未来的前途那可就不可限量了。多谢爹爹扶持权哥哥。只是江硕然的事儿，那疯女人必是不会罢休。不必在意，他一个小虾米能掀起什么风浪？无论他到哪里，他都无法伸冤。爹，那女人她不能留，她搅黄了我的婚礼，还把我的脸给划花了。那个女人，她就该死。渊儿莫急，只要今天顺利接洽到四方将军，爹就会高升2级。我一定替你杀了那个奸夫，给你解气。目权，权哥哥，你不是应该在大理寺当值吗？你快起来！慌慌张张的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我儿的小指。夫人，说，是谁干的？爹，是江硕瑶。又是他。还有太子殿下。太子，这太子殿下是帮定江硕瑶了呀。如果太子非要参与此事，那老夫也无需客气了。说，儿在哪儿？在大理寺。那个贱人就在大理寺闹事。还说什么了？只给你半炷香时间，如果误了就把命根子也割了。江硕瑶，来人，去大理寺！爹，万万不可！爹别忘了，今日要提前接洽四方将军，时间紧迫，切莫因此乱了方寸啊！爹，那也得先把你弟弟救出来呀！江硕瑶，老夫现在就送你下地狱！爹，儿啊，我的儿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江硕瑶，把人放了！福大人，你可让我好等！擅闯大理寺，无故伤人，你可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？别和他废话，他伤了我儿，我要把他的头割下来喂狗！别打我儿！你福夫人，你刚才说要把谁的头割下来喂狗啊？伤了我儿，今天休想活着出去！哎，福夫人，这您就说错了，伤您儿的不是我，不信你问他。江硕瑶，你竟敢这般对待福轩，看来你是不想知道你阿紫的下落了。儿啊，你还愣
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快把这个奸夫给我抓起来！给我杀！给我杀！不自量力！江硕阳，你竟然会我说了，我只要我阿紫，我杀了你！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伤我？你这个疯女人！我跟你拼！娘！你不能动我！老夫是大理寺少卿。爹！说，他在哪儿？快帮了我爹爹！他在六皇子府。六皇子。姑娘，六皇子为人阴险狡诈，大小姐在他手里，怕是凶多吉少。永远别想找到你阿紫！主帅，我们现在已饿死万人将士，粮草如果再不来的话，我们都得死。走，走！报告主帅，这人就是六皇子派来的，粮草就是他押运的。进来吧。此前大战，六皇子负责押送粮草，结果超了时间不说，送过来的粮草里面还夹杂着石子。他们给出的理由竟然是路上遇到了劫匪，这才耽误了时间。我当时竟然还傻乎乎的信了。身为将士，没有战死在战场之上，反倒是活生生饿死在了边疆，这是讽刺。姑娘，六皇子强行勾结商贾，还要赶在太子之前和四方将军会合，这说明他想造反。一个民妇怎么可能分析出来如此机密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爹，你还没资格知道姑娘是谁。你该死，他更该死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找六皇子。你疯了！六皇子位高权重，你能奈他何？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究竟能奈他何。走，爹，爹，鱼儿，全哥哥，江硕阳他抓走了我爹，快帮我去救他。六皇子到，走走走。恭迎六皇子。起来吧。请六皇子。再过半个时辰，待四方将军到来，我们便能赶在太子之前游说他们。只要四方将军认了咱们六皇子为主，那他们所效忠的青城将军也势必投靠六皇子啊。边塞传言，青城将军骁勇善战，一人可挡千军万马。只要得到青城将军支持，六皇子的未来定是一片光明啊！殿下放心，已经和四方将军的人接洽到了，今天的事儿一定很顺利。顺利？诸位别忘了太子。今日之事如果被太子打乱，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，甚至要打上一个谋反之罪。哎，这个殿下放心。我们送给四方将军的帖子，时间提前了半个时辰，这半个时辰足够将四方将军纳为己用。太子赶到时，一切都已成定局了。哼，好，好，保护殿下！殿下，殿下，保护殿下！
殿下，殿下，不护殿下！你是何人？竟敢当着六皇子的面如此放肆！殿下，福大人，殿下救我！谁把您打成这副模样？她是江硕然的妹妹江硕瑶，她来要人了。哼！你便是六皇子。殿下，这……走。父皇，儿臣想求父皇一个恩典。什么事不能点将宴后再来求吗？进来吧。谢父皇。父皇，儿臣想迎娶青城将军江硕瑶。什么？太子，这江硕瑶曾经婚配过，你确定要让她成为我朝的太子妃，甚至是未来的皇后？儿臣确定。若无她，儿臣早已横尸战场。那日之后，儿臣便下定决心，非她不娶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她早年已有婚配，儿臣没有任何机会。但现如今她已和离，恳请父皇准许儿臣迎娶青城将军为太子妃。青城将军怎么想？青城与儿臣已经商议过了，现在国泰民安。等青城找到阿紫后，他想要卸甲归田。父皇请放心，如若大周陷入危难之际，青城依旧会重披战甲，保卫河山。甚好。待案情水落石出后，如果青城愿意嫁与你，朕便亲自为你二人主婚。谢父皇恩典。你阿紫已经入了六皇子府后宅，江家的云庄号也已是我朝皇上。没错，不日六皇子会向圣上请旨，封她为侧妃。如此恩典是你江家此生难得，你应该感恩，怎能恩将仇报，来坏六皇子的事？我说了，我今天来这儿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接我阿紫回家。哼，不识抬举。你姐姐服侍殿下，江家现在也算是殿下的人。你若现在还是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殿下不计情分。还请殿下交出我阿紫。燕儿，殿下，燕儿，快救爹爹！爹，江硕瑶，你是不是傻了？我要是你，见到六皇子殿下，肯定会想尽办法攀附。你倒好，赏你江家的恩赐，你竟然不要。难道你看上太子了？原来如此。没有见到太子之前，你从未想过和木狼合离。可太子一来，你便下定决心要和木狼合离。你对太子是动了不该有的心思。哼，你一个弃妇，后背无人。我劝你还是听了六皇子的话。那太子可不是个好相与，他要是知道你阿紫是六皇子的人，以他多疑的性格，一定会杀了你。哦，江姑娘一直拒绝本皇子的好意，原来是寻找更好的去处。不过本皇子告诉你，不到最后都不能成定局。本皇子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江二小姐像你阿紫追随本皇子，我保证你们下半辈子荣华富贵，衣食无忧。原来这就是六皇子拉拢人心的手段，只不过你想拉拢我，你不配。大胆！你怎可这样和六皇子说话？要知道六皇子赏识你才会拉拢你呀！
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劝你可想好了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都不对。你不识好歹！构陷六皇子可是要砍脑袋的，你以为你有几个脑袋？待会儿青城将军带领四方将军抵达，你还有命走出去吗？我若死了，四方将军便不会出现。哼，口出狂言！四方将军没我的号令，绝对不会出现。哼，你说这种话，不怕在场的各位笑掉大牙？你以为你会几个拳脚功夫，挥几下鞭子，就以为自己是青城将军，可以号令四方？我看你啊，真是昏了头了。你要是真有这本事，又怎会落得一个下堂妇的下场？你的阿紫也不会失踪。少说两句，嘉儿姑娘，我求你放了我吧，我一定会让六殿下说出你阿紫的下落。我才不需要你在这儿假惺惺的，我要听六皇子亲口跟我说。听闻殿下近来拉拢了不少富商，今日你更是早早部署，为了在京西大帐前截胡四方将军，你这不轨之心超然若揭啊！既然知道这么多，那你就更不能走。四方将军到。四方将军何在啊？启禀殿下，将军在等青城将军指令，待和青城将军会合后，一同前来赴宴。青城将军也来了？没错。青城将军不是卸甲归田了吗？怎么还能亲自来京西大营？现在朝廷不稳，青城将军定然是幡然醒悟了，来支持殿下了。也对，明眼人都知道应该选谁。你这女人敢对殿下不敬，那就是和四方将军作对。众所周知啊，青城将军号令四方，只效忠于陛下，他只认正统。急了，他急了，是不是看到你的太子储位不保，慌了神啊？啊！太子本就是国之正统，且不说他为人如何，但太子绝做不出强抢民女、与国家武将暗度陈仓此等阿杂之事。你说谁阿杂呢？此前边疆一战，太子亲临与君同战，敢问殿下此时在哪儿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六皇子殿下可不只是在京城享乐，更是拉拢天下人才，抢占商贾产业，为自己敛财。更过分的是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全然不顾将士和百姓的性命，故意拖延粮草。你到底是谁？乱世莽夫记，盛世将军退。在将士们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全然不顾他们的生死。现在你有了夺储之心，摆出这种姿态来招揽他们，四方将军怎会效忠你这般狼子野心之人？你是？今天我来这里的第二件事，便是为在战场上饿死的将士讨一个公道。大胆贼人！四方将军马上就到了，你现在最好束手就擒，还能免受皮肉之苦。我看他肯定是疯了，满口胡言。殿下，他先将小儿打伤，又将老臣打成重伤，此等暴民就应该立刻抓起来，严明信。臣附议。你笑什么？当然是笑你们无知啊！江舒瑶，你别忘了，你阿紫还在我手里，你不想让你阿紫活命了吗？阿紫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马上就让你们姐妹俩团聚。你说的听话，是指让我做一只摇尾乞怜的狗。你说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死，我便不能活。你休想！我说过，我江朔瑶从不被人威胁。良禽择木而栖，不要因为自大白送了性命。今日我若是当无事发生，便是对不起圣上。
对不起大周的子民，更对不起战死的将士。好，你是铁了心跟本皇子作对，看来你也不管你阿紫的死活了。阿紫要救，同时也要捍卫大周正统。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？不用留活口，即刻绞杀！嘿！哼，我是六皇子的人，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哇！你疯了！你彻底疯了！他怎么连六皇子的人都敢杀？我要你为众将士谢罪！殿下，此女疯癫可怖，还尚武，殿下还是避一避要紧啊！对，等四方将军来了，殿下再出来也不迟啊！快保护殿下！我知道，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，大家依旧在忍辱负重，保卫大周。等打赢胜仗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给将士们讨一个公道，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雪恨。我等誓死追随主帅，誓死追随主帅，战而胜，凯旋而归。战而胜，凯旋而归。战如不胜，国失一环。战如不胜，国失一环。战而胜，凯旋而归。战如不胜，国失一环。将士，今日你们且在天上看着，看我如何给你们杀下这一局。一完不灵，给我杀了他！殴打本皇子可是死罪！干什么？来人！快来人啊！给我拿下这个疯女人！我给你们加官进爵，赏赐你们黄金万两。你想要什么？你阿紫，只要你说说，你阿紫现在就在我府上，我马上派人送过来。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跟我谈判的条件吗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满足你。想要什么都可以。对，只要你想要。江朔瑶，他是皇子，是天子的儿子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快把六殿下放了！我可以在四方将军面前替你求情，饶你一命。放了他，那福大人来替他受过。福大人还真是忠肝义胆，义愤填膺。方才还说要在四方将军面前替我求情，想必也很乐意替六皇子受过吧？
老夫。殿下，看来你的这群属下，并没有很忠心。一群废物！殿下！姑娘，人已到齐。那些饿死在边疆的战士，原本可以和家人团聚，可却因为己方攻击不利，白白死在军里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他们是谁？你没资格知道他们是谁。江水阳，本皇子要杀了你！你敢让本皇子下跪，本皇子一定杀了你，把你大卸8块喂狗！六皇子不是问我想要什么，我想要孩子们的爹能够护着他们长大，我想要老者的儿子能回来尽孝，我想要寡妇的丈夫能陪着他白头到老，我想要饿死在边疆的千千万万的将士能够活过来，站到我的面前。这些你都能做到吗？身为将士，死在边疆是他们的殊荣。只要你放了本皇子，本皇子向你保证，他们的家属，我一定会妥当安善的。六皇子听错了，我说的是，让他们全都活过来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有序，让他闭嘴。是。将士们，此前边疆一战，故意拖延粮草的罪魁祸首就在这里。故意拖延粮草的罪魁祸首就在这里。这不是六皇子殿下吗？是六皇子延误的粮草。听说那场战役死了数万将士，不是战死的，而是饿死的。不可能吧？六皇子是我大周的子，怎么会做出这般畜生不如的事情？江少阳，皇家的颜面不能被你随便践踏，你等真是不想活了！皇家颜面，与饿死在边疆千千万万的将士性命而言，算得了什么？即便六皇子真的有过错，那也自有皇上决断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更别说是皇子。你难不成要逆天而行吗？天若不公，我便逆了这天又如何？六皇子与太子殿下政见不合，想置太子于死地，故意拖延粮草，置我大周子民性命于不顾，让诸多边疆战士饿死在边疆。原来粮草是故意拖延的，是他杀死了我们的同胞。他们原本不该死，都是六皇子，视人民如草芥，我们不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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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皇子的阴谋昭然若揭，罪大恶极，其罪当诛！其罪当诛！姑娘的意思是，这个渣子任大家处置，一切后果姑娘负责。胡闹！六皇子千金之躯，怎能受奇耻大辱啊！你们不敢，我敢！为了一己之私，不管百姓性命，这样的人不配为官，更不配身居高位。要不是你，那些将士本应该和家人团聚，却因为你饿死他乡，你枉为人！真是个畜生！少滚！本皇子今天砍了你们的头！太子到！皇兄来了，有救了！皇兄，皇兄，你客官来了！这个女人，这个疯女人，她要把我杀掉！
快把这个疯的人抓起来！还有这群士兵，他们刚才殴打本皇子，我要把他们统统关进大牢！哼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本皇子告诉你们，晚了！等你们跪在地下，给我磕得头破血流，本皇子也不会饶过你们！你们怕，我不怕。现在不站出来，明天死的就是我们，还有我。还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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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我！皇兄，你快看，你快把他们抓起来！你快把他们抓起来啊！我娘！对不起，本宫来晚了。对不起，本宫来晚了。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么拿鞭子，手容易受伤的。皇兄，你今日来，是阻止我杀他的。交给我，我会还你和将士们一个公道。各位将士们，本宫虽身为太子，但也是曾经与各位并肩作战的同袍。本宫一定会给那些含冤而死的兄弟们一个交代。六皇子结党营私，凡参与者一众关押大理寺大牢，待本宫亲自审问，再做定夺。殿下，救我啊！殿下，救我啊！殿下，皇兄，皇兄！各位兄弟们，你们暂且回去，我们听太子的。皇兄，不能让他们走啊！皇兄，皇兄，受伤的是臣弟，你的皇帝啊！你怎么可能放这个？给我进来！皇兄，你还不该死！什么？你咎由自取，单凭你耽误粮草，害得将士们饿死他乡，就凭这点，把你就地处死也不为过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是在血口喷人！我要到父皇那里参你！站住！就算到父皇面前，你这罪责照样写清。萧逸尘，你我都是皇子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太子就能为所欲为。他不敢，我敢！啊！好啊，你身为太子，纵容妖女，谋害皇子。阿瑶，我有话和你说。今日我就要把他就地正法。让开！阿瑶，你阿紫找到了。什么？找到了？我阿紫在哪儿？你先别担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现在城内不仅是你阿紫失踪，还有其他女子也失踪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一场精心布局的大案？这些女子不管是出阁还是未出阁，年龄都在18到35岁之间。说，除了江硕然，其他离奇失踪的女子，跟你是否有关系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出事的人都是在你的管辖范围内，你当真不知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还不说实话！是我又如何？为了大周的江山，牺牲是他们的殊荣。冥顽不灵！阿瑶，今日我暂且留你一命，待我跟我阿紫相聚之后再跟你算账。我倒是忘了，你们三个还在这。你们三人的行为让我大失所望，当斩立决。但我留你们一条狗命，
待我找回我阿紫之后，再与你们清算。阿瑶，阿瑶，你真的忍心杀我吗？毕竟我们是夫妻啊！夫妻？你另娶他人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我们是夫妻啊？你一心只想攀附权贵，步步高升。现在如你所愿，你马上就要升入西天了，什么都不用多说，你还是好好祈祷一下，下辈子还能为人吧。你我二人成婚这么久，你会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。1年了，你杳无音讯，你究竟还把我当做你的夫君吗？还是你看上了太子，早就想与我和离？你把我目前置于何地？嘿，到今天这一步，还在反咬我家姑娘。你要娶富家小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夫妻情分？你若早点回来，我又怎会如此对你？又怎会另娶他人？无耻之徒，还配做官？你的学识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全哥哥对我一片情深意重，绝不能让他们伤害全哥哥。本宫今天就了结了你！哼！全哥哥，阿瑶，我错了，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？是他们！带走阿紫，是福家，是福渊，我都是被逼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全哥哥，此女心思极其恶毒，还跟我说，只要阿紫入了六皇子府，就可以称侧王妃，所以我才同意的。我们夫妻一场，救救我！福小姐，刚刚穆权所说，你可认了？我认。好一个重情重义的福小姐，可你弟弟的手指是被他亲手砍下的，即便是这样，你也愿意替他顶罪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眼瞎，爱错了人。不会的，都这个节骨眼上了，我们家姑娘可没有那个闲心骗你。你这个小人，我杀了你！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救命啊！走，姑娘，都准备好了。走。你要入宫？此事与你无关，你是太子，国之储君，接下来的事情你不必参与。本宫身为太子，本太子命令你不准去。我必须要去，你别跟着我。阿瑶，害我阿紫的人，还有那些无辜之人，凶手还未找到，我若不去，谁替他们伸冤？所以，就算是我求你，你也还是要去。你知道的，我想做的事，我想去的地方，谁都拦不了我。阿瑶，此去可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你说什么？回头路？
那便让我来跟你说。我父亲和我江家103条人物战死沙场，我江家从未后悔过，更别说什么回头路。但大仇被六皇子搅得乌烟瘴气，我要替我父亲，替我姐姐，替天下百姓讨一个说法。阿瑶，你说的这些，我都知道。我江家为国为民，抛头颅洒热血，从不愧于天地，无愧君王，更无愧于百姓。千万将士饿死边疆，无数女子下落不明，凶手至今都未捉拿归案。我身为江家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倘若你不能给我一个说法，我便去向内卫讨一个说法。我要亲耳听听，我江家付出性命护主的人，到底要作何解释？殿下，他这么说，就是故意让他们听见，就是为了和我划清界限，不想让我受到牵连。殿下打算如何做？备马，进宫！救我！救我！救命啊！快来人！快来！皇宫重地，不得进入。这本皇子，是六皇子，你要做什么？闯宫！回禀陛下，有人闯宫。云林军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？闯宫的人是江朔瑶。什么？闯宫者死！臣江朔瑶，求见皇上。先把六皇子给我放了，否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救我！我再说一遍，把六皇子给我放了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。臣江朔瑶，求见皇上。站着！皇上召见江大人，速速放行！父皇，父皇救我！臣江朔瑶参见陛下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父皇，是儿臣啊！你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？都是这个贼子所为，是他把儿臣伤成这个样子。休要胡言乱语！父皇，儿臣没有说谎。六皇子说的没错，他身上的伤确实是臣所为。此人心狠手辣，心肠歹毒，不仅是儿臣，就连新科状元穆全，穆家也被他抢占了府邸。就连大理寺少卿福康安、福大人和他的家属，也被其刀剑所伤。父皇，还请父皇降罪于他，还请父皇降罪于他。可有此事？回皇上，是穆家和福家对不住江家在先。况且，那宅子本就是江家的宅子，我拿回自己的东西而已，还请皇上明鉴。
就算穆家真有对不起你的事情，那也自有官府办事。父皇，你没有看到福大人和一双儿女的惨状，儿臣都觉得于心不忍。就算有天大的错，也该由父皇定夺才是。哼，我做的可不止这些，殿下不如一次性全都说出来。本皇子当然会说，会一字不落的说给父皇听。父皇，朝中不少大臣受到此女的恐吓，而且他还杀死了儿臣身边的侍卫，用鞭子抽打的儿臣浑身是伤。他甚至逼迫儿臣跪在地上，任由士兵殴打，这叫我皇家的颜面置于何地啊！还没说完呢，我还一路拖行你至宫门口，这跟游街也没什么区别。你这妖女，到了我父皇面前休得张狂！即使你能迷惑众人，也迷惑不了我父皇。此事我父皇自有定夺，你等死吧！父皇，还请父皇立即将他拖出去斩首示众！还请父皇立即将他拖出去斩首示众！站起来回话。谢父皇。谢皇上。父皇，她是个妖女，连你也被她迷惑了吗？住口！儿臣不服。父皇，儿臣身上的伤就是证据。她此次闯入皇宫，没有提前通禀，也没有您的旨意，是谋逆，是造反。这个妖女，你怎么亲自把她扶起来了？休得胡言乱语！来人，赐座。谢皇上。父皇，福家3代老臣对皇家忠心耿耿，穆全更是新科状元郎，为天下学子之楷模。您这样做，不仅仅是伤了儿臣的心，更是伤了满朝文武的心啊！穆家和福家确实很惨烈，这一点，儿臣也可以作证。儿臣给父皇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穆家和福家等人现在就在殿外，父皇一看，就知六弟没有在说谎。穆家和福家等人现在就在殿外。父皇一看，就知六弟没有在说谎。进来。陈穆全，拜见皇上。老臣拜见皇上。臣女拜见皇上。父皇请看，儿臣并没有说谎。人是你打的？是。你怎么能当着众人的面肆意殴打官员呢？你这妖女胆大妄为，不把我父皇放在眼里。你就算是要打，也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啊。对啊。不是，父皇，他打人了，还是官员，还找没人的地方。你这个性子，和你那个爹简直一模一样，等不了一点半点儿。你要是真看不惯他们，就直接找人把他们用麻袋套起来，揍一顿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现在好了，事情闹大了，你让朕怎么给你收场啊？父皇明鉴，既然六弟和福大人要状告，那不如让他们将江硕尧的罪行一一说出来，这样也可以证据确凿的定他的罪。你们还等什么呢？快速速把你们的冤情和我父皇说来！怎么没耳朵了？回皇上，穆全身上的伤是臣女所挠，他的耳朵也是被臣女咬掉的。你
你不是最喜欢他吗？怎么能咬在他的耳朵？回六皇子，臣女之前确实很喜欢穆全。穆全身为新科状元，在高中之前一直被江家二小姐接济，高中之后却嫌弃江家是商贾之家，忘恩负义之人该打。你，而且穆家一家上下老小全部都住在江家的祖宅里，却欺瞒我和我父亲，说那是穆家祖宅。待到江二姑娘回来，不仅不愿退还嫁妆，甚至还想强占家宅还有商铺。凉薄之人该打。待到事情败露之后，伤害臣女的弟弟，把一切罪责推到臣女父亲还有臣女的身上，毫无担当之人该打。如此一个忘恩负义、生性凉薄的负心汉，死不足惜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啊！父皇，我们不可轻信于他呀！陛下，渊儿没有胡说，他所言句句属实。臣明知道，穆全他霸占了前妻的财产，仍执意要把女儿嫁给他。还有六皇子，他看上了江二姑娘的姐姐，老臣便投其所好，抓了江二姑娘的姐姐，送给了六皇子。小姑娘没有错，你说老臣该打，老臣该打。你们都怎么了？啊！是不是都被他蛊惑了？你给我起来！你告诉我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备马，进宫。是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我要见皇上。过来。殿下，这三人嚷嚷着要见皇上，就算是闹到父皇那里，在倾城的面前，他们依旧是跳梁小丑。谁是倾城？不然你以为这世上还有谁有资格叫倾城？带上他们三个，随本宫进宫。他们所说都是臣的，都是臣的错，臣无话可说，甘愿受罚。请皇上降罪。来人，将此三人押入天牢。是，带走。爹，父皇，住口！你们都是你们预谋好的，对不对？父皇，纵使他伤及穆全和福家人，不是他江硕瑶的错，可儿臣的伤以及他上闯皇宫的事情，都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啊！若不严惩，皇家颜面何在？你做的那些事情，又何曾把皇家颜面放在眼中？我没错，我没错，分明是你在这儿纵容他在闹事，还把我打成这副惨样。很惨吗？我倒没有看出，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皇兄，他已经闯入皇宫，你还要护着他吗？是不是他要把你臣弟打死，你也觉得他在替天行道？就凭你做的那些事情，哪怕让你死10000次也不为过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大众。你之所以能稳稳地坐在太子之位，背后都是我默默付出。你的付出，就是指强抓无辜少女，进贡给藩王吗？哼！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！好，好！
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瞒了。是我做的，那又如何？每年进献几个少女，以保边疆和平，藩王之间和平共处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有何不可？他们也有家，都有父母至亲，你凭什么剥夺他们的人生，把他们当作礼物，去换取你所谓的和平？你不过只是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无脑武夫，懂什么江山社稷？够了，父皇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袒护他吗？战争一旦爆发，死伤无数，进献几个女人就能免国破家亡，这才是治国之道。齐王上次进京参加皇上竞选，一眼就相中了云庄会的掌柜，也就是你的阿紫。他拿矿山开采来谈合作，这么好的条件，我怎么能拒绝？你给我住嘴！若不是这一次你抓了我阿紫，被我查出来，像这样的事情还会上演多少起？会有多少家庭因此支离破碎？小小牺牲何足挂齿？再说了，这些家庭朝中后续也给他们补偿，他们也不吃亏啊。六皇子，我看你是本末倒置了吧？为了你所谓的和平共处，用无辜百姓的一生幸福换取，这如果传出去，我大周皇室的颜面将何以立足？自古以来，这些都是快速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，我不费一兵一卒，有何不可？你算计储君，掳掠少女，延误军粮，桩桩件件，皆是死罪。你现在怎么洗，都洗不白了。洗白？我根本没想过洗白。我的主张才是治国之道，太子之位也应该是我的。胆大妄为，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。父皇，我没有错，明明错的是他们。我早就发现了捷径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是你不听我的。龌龊，是龌龊。所以皇上才不让太子插手啊。母妃，皇上也是不耻这种做法，才会让你弟弟去做，而你只要安心做好你的太子殿下就行。于妃，你不在自己的寝宫好好待着，跑到大殿里来，成何体统？臣妾若是再不来，皇上就要把我儿逼死了。皇儿莫怕，母妃来了。皇上未免也太偏心了吧？您和太子父子情深，臣妾没意见。可是好事没有我儿，坏事都要我们母子来做，骂名由我儿来背，如今还要治我儿的罪。于妃，臣妾说错了吗？倘若没有皇上暗中允许，六皇子怎么会行事如此顺利？我们母子俩不过是太子的垫脚石罢了。一派胡言！朕什么时候允许他这么做了？皇上莫要以为臣妾身在后宫并不知情，齐王都告诉臣妾了。您自知现在不是发动战争的好时机，所以派六皇子去和齐国的人接应，而背地里暗中默许六皇子做事的人就是皇上。您是想借着六皇子的手让太子坐稳江山，如今事情捅开了，这垫脚石不做也罢。齐王真的这么说吗？当然。齐王，你还不现身，在等什么？当然。齐王，你还不现身，在等什么？皇上，太子殿下，别来无恙啊！齐王，无诏进宫，是为谋反，你想做什么？是本宫请齐王过来的。于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自勾结藩王！勾结二字太重，臣妾受不起。皇上，我可是听闻太子殿下马上要大婚了，这才马不停蹄地赶来送贺礼，居然这样说我，真是太伤我的心了。齐王亲自来送大人，
我想，没有这么简单吧。莫要怪我来的唐突，只不过担心太子殿下的身体，怕是这婚礼参加不成，反而成了葬礼，故而送礼着急了。岂有此理！皇上别慌，我们可没别的什么打算，只是来送礼而已，没带兵，没兵器。送礼可以，跪下。哼，这就是太子妃。哎，太子殿下，不是我说，你好歹是一国的储君，这太子妃呀，还是得选一个温柔贤淑的女子。这女子太粗鲁。齐王，莫要口出狂言。还不服呢？哼！倾城将军已亡故，你们这些一个个上不了台面的家伙，就是怂货，连给倾城将军提鞋都不配。我看呀，这女子也不怎么样，哪像个太子妃的样子，还不如一些歌姬耐看。太子不如早日把她给换了，改日本王给你介绍更好的。那可不行，吴妻性暴力，好打斗，本宫此生听之任之。真没出息！松开！吴妻本来就不好惹，她又爱本宫爱得要命，齐王，你还是不要触及这个眉头了。太子如此卑微，为了讨一个女人欢心，竟能不要自己的尊严，被她牵着鼻子走，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呢。看你另外一只胳膊也不想要。倾城将军不在了，你们大周还有什么能制约我的？就算倾城将军不在，我大周的将士照样可以把你们踩在脚下。看你是找死！你仗着皇上和太子殿下在这儿，就敢口出狂言，大放厥词，激怒我，谁也保不住你。又错，不是本宫保不住吴妻，而是吴妻正在气头上，你最好还是当心点吧。你怎么就觉得倾城将军不在，我大周就无人能取你们狗命？除了倾城，谁还有一统江山的实力？赶紧给我把手松开！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，也许我会饶你一命，把你犒赏给军队里的官兵，总比死了强。我说了，要跪下！你吃着大周给你的俸禄，享受着大周给你的荣耀，日子过好了，觉得自己又行了，其实就是一群酒囊饭袋。你找死！怎么？他哪里有说错？你现在之所以还能站在这里，就要感谢皇上的恩典。六皇子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今日这女子不死，我绝不罢休！原来是你，是你请旨召他进来的。六弟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来人，将其拿下！朕看谁敢！皇上，您想要的不就是看到我儿去争吗？今日我们母子俩就争给你看。为了那个位置，你居然跟敌人联手，你真够无耻！本宫念及手足，可以不取你性命，只要你迷途知返，本宫保证可以不让你死。皇兄，你大势已去，而我得到了齐王的支持，你却失去了倾城将军。大周江山今日定将易主，而本皇子就是未来大周的皇帝。就凭你也配？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看不起我，不过无所谓，我不会和一个死人计较的。父皇，来人护驾！来人？来什么人？
你们的人都已经全部被我干掉了，现在这里全都是我的人。本皇子等了这么多年，今日终于要成真了！刘皇子，局势已经被控制住了，你也该歇歇了。皇儿，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今日大周定会易主，但新君并不是你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在信中说好了吗？你拥立我成新君，我用10座城池给你补偿，为什么反悔了？先生，我再给你1万两黄金。看看这地方，比我们的封地好太多了，我都不想回去了。皇儿，把父皇带下去。你好歹也是皇子，为何如此愚笨？试问，我为何一定要立你为新君呢？什么意思？六弟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没有看清吗？这个狼子野心要干什么？你住口！你休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他们最终也会拥立我。你竟然还不清醒！你只是他们利用的棋子罢了，他们要的是大周的天下。现在的你，早就已经被他们抛弃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。你们真的是在利用我，你们真实的目的是造反！蠢货，你还不如一个女人聪明，就你这样还想当君王，简直做梦！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刘皇子的。如果不是你和你的母妃的话，我们早就被当成乱臣贼子，拦在城外了。你无耻！我无耻？哼！身为天之骄子，我为何要扶持你这个蠢货？你要自立为王？你们的皇帝在开国时期用骗局骗了我们父辈，这才有了你们萧家一统天下。现在你们德不配位，是时候收回这江山了。好，原来你们一直在利用我。你们就那么确定，今日这大周就能被你们收入囊中吗？大周气数已尽，你们呢，已经没有戏可以唱了。我呸！你们这群垃圾！你们的父辈不能一统天下，历史今日将会重演，老天爷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垂死挣扎，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，否则你们的下场就是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大周的君主只有一个，那便是皇上。什么天下共治，都是泡影。为了百姓能安居，国家能安定，你这种乱臣贼子，我们一定不会放过。除非倾城将军死而复生，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你们。那你就好好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我是谁。凤鸣鞭，他是倾城将军。江书瑶，原来你就是倾城将军，你居然还在！凤鸣一出，倾城归，你们完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就算是倾城回来，他一个人再能打，他能敌得过我们的千军万马吗？他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我。呵呵，那也不够。就算你们所有人都一起上，也打不过我的人。那你就看好了，四方将军何在？末将在，拜见倾城将军。回禀倾城大将军，叛军已尽数清灭，
各位将军辛苦了，请起。是。最后终是你们输了，混蛋！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，我居然中计了。小小苦肉计，不然你们怎么能自投罗网呢？倾城，我已经派人将我们二人要大婚的消息传到了藩国。如果齐王贼心不死，他一定会借此机会搞出事端。那需要我怎么做？这一切我都已经部署好了，你只要隐藏倾城的身份，他们知道倾城不在，就一定会上钩。好。你本可以在封地上衣食无忧一生，可你生了不该有的心思，自寻死路，没人帮得了你。太子坏我好事，去死吧！小心！六弟，皇儿，皇儿，皇儿。我错了，陆地在山后营把他们都杀了。皇儿，你不要说话，坚持一下，母妃这就为你找太医。母妃，不要白费功夫，没用的。皇兄，我母妃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放过我母妃。皇兄，放过我母妃。好，皇兄答应。六弟，皇儿，来人呐，传太医！四方将军听令，复我大周，围剿齐王余孽。有令。吃药了。该回去吃药了。我要你喂我，我才回去。你爱吃不吃？啊！你放开！我不放。我让你放开，放开！我就不放。放不放开？抱一下都不给啊！反正迟早也要抱。不如我们提早练习一下。你可是一国储君，这人来人往的，到时候被下人瞧见了，当心他们笑话你。反正你也说了，我是一国储君，没人敢笑话。光斑驳了流年，楼断树影迷了云出岫。该用午膳了。阿紫，这就来。你真美。还看？心我何求谁知心有？重回首小楼谁独倚呀？偏然惹相思。酒醒梦痴谁寄风流？